头儿，我们遇到麻烦了。怎么了？代表团回来乘坐的是包机，而且省里有关领导要到机场迎接代表团。我们小看了他的活动能力。哎，现在还有多少时间？只有半个小时了。马上找国关，我就不信了。哎，不管是什么人，不管他有多么特殊，入境嘛都应该接受海关的检查。海关不只是对老百姓开的嘛，这一点您比我更清楚吧？哎，我再重复一遍，不管您的意思如何，我们都应该履行国家赋予我们的责任。真要是出了问题，您处分撤职，我都心甘情愿。那好，我等你电话。头儿，再不下决心就来不及了。最好别蛮干，这不单是国关担风险，我们负责任的问题，关键是不能打草惊蛇。哎，那就说飞机的门坏了。有些道理啊。最简单的可能是最高明的。哎，这么着，跟机场协调一下，最好给我们争取半个小时时间，就说行李舱门出了故障啊。真是你哥的好。走。一路辛苦啊！我代表省委市委欢迎你们，送你一束鲜花，祝你们明永生鲜花结美啊！辛苦辛苦啊！真是个人物啊！明星嘛，像他这样既有才华又有美貌的大牌主持人，到哪儿肯定都会受欢迎。你喜欢他？喜欢他的节目。可惜啊，很快就会看不着了。辛苦辛苦啊！辛苦辛苦辛苦啊！我真想不明白，按说像他这样的人不应该缺钱呀。有时候啊，人对事物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追逐已经转化成了一种挑战。哎，你还记得小米那个师姐吗？我想，这就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。车在外边等，这边请啊，请。走吧，去看上个团找到了没有？走。哎，想什么呢？啊，对，我在想啊，那个他想掩护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？赶上了，谢了啊！就这个，好吧。累了，我们好好休息休息。接到了，他们现在正在等行李了。啊，好，一定，我等会儿马上就把他们带过来啊。对，就是他。喂，上队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我瞎蒙的。瞎蒙的，你蒙我吧。上去，请签个字。回头怎么跟李帅交代呢？你就说，机场中转出了差错，行李上错了飞机，明天同航班到达。记住，多扣件行李，做的逼真一点。行，一定要坚持到明天。哎，可以。拜托了啊！哎，拜托拜托。再见。好。走。对不起，由于对方机场的原因，你们的行李今天不能按时到达。飞机怎么到达？这怎么办呀？这个太不像话了！那警察已经跟我们联系过了，请你们留下地址。明天行李到了以后，我们按你们的地址给你们送去。那不行，我今天要怎么办？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过了。等明天行李一到，我就打电话通知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喂，是你啊？哎呀，没关系，这没人认识你，上来吧。这么快？一帆风顺，小菜一碟。妈，完事后放在床头柜上。这是谁呀？你就别问了，反正是贪官污吏。
把它拿到局里换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。哎，邻居，哎，你好，你们好，何飞你好，邻居，这种热闹你来凑啊？直奔主题吧，谈一谈现场的勘查情况。不是奸杀，被害人没有被施暴的痕迹，也不是抢劫杀人。你们看，被害人的皮包，光美金就有4万元的现钞，被害人的金表也在。何飞，你看这个值多少钱？这我哪知道啊？据我们估计，它的价值在100万左右。凶手完全可以顺手牵羊，但是他连看居然都不看一眼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根据我的经验呢，凶器是军用匕首，就是刀背带锯齿、特种兵所用的匕首，而且凶手对现场非常的熟悉，他从这里进来，又从这里出去，而且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，绝对是第一流的高手。那你的初步结论呢？林文丽同志，现在该我提问了。你们来这干嘛？我们已经盯了他很久了。向清水走私？不至于吧？现在还没有结论。不过他确实是一起重大案件中的关键人物。你说多少？总金额可能高达人民币5亿以上。光是昨天查到的这批货，按目前的市场价就值5000万到8000万。哎，我先走了。可是向清水已经死了，我们无法证明这批货是他的，更无法证明这批货是季时杰的。我们没有了定案的关键人证。是啊，案情刚刚明朗一点，又多因转因了。昨天下午飞机抵达，接着你们查到这批货，到晚上向清水被杀前后一共不超过8个小时。如果是杀人灭口的话，问题一，为什么季时杰在货还未到手的时候下手？当然，他可以猜测所谓行李迟到是出了问题。问题二，从现场看，杀人的手法非常职业，应该是预谋作案。而这么短的时间，季时杰显然来不及安排这一切，除非他早就计划好了。探长，这是你的个人看法，还是警方结论？当然是个人看法。法医的验尸报告和现场的分析结果还没有出来。不过，根据我的经验，这不像是杀人灭口，因为这类案件为了转移警方的视线，罪犯往往会在现场制造假象，使案子看起来像奸杀或是抢劫。而这个案子现场如此的干净利落，罪犯若是故意为之，那他就是给我们在传递某种信息。我现在说不好，我们还没有向清水的背景材料。好，我们有一份。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走？老一套，最笨的办法，也是最有效的办法。我们也一样。这几次出镜，你一直是他的搭档。对，我是摄像，不过也算不上是搭档。现在电视台都是制片人制，向清水是制片人，实际上就是老板。他这个人工作是没得说，敬业刻苦，脾气也很随和。你注意到他在国外接触过什么人吗？他在国外的朋友挺多的，我们所去的几个国家都有他的朋友。不过除了工作以外，他大多是单独活动，偶尔也会邀请我们参加。参加过吗？也就1、2次吧，一般的 party。他每次回国时的行李跟出去时一样多吗？这我倒没有注意过。据说在香港，你曾经和向清水争执过，还记得为什么吗？太记得了，我就回饭店晚了5分钟，他居然当众大发雷霆，一点不给我面子。你干什么去晚了？我就去洗了个桑拿，妈的，回来他还扣我薪水，叫我说句难听的，他呀，死了挺好。对谁挺好？对谁都挺好。这女人仗着自己名气大，后台硬，得罪的人可多了。怎么了？有点不妙，玉盛电子网络系统数据库里的有关数据突然全部消失了。啊？什么时候？就在刚才，我正在查问境外内存条市场的行情，因为国内内存条的价格已经出现了恐慌性的下跌。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察觉到我们行动了？我是指网络上。这倒未必，我用的是从电话局新申请的专用线，就算他反跟踪，也不会想到我跟海关和公安局有关系。你不是拷贝过他的数据库吗？没用的，他可以说你是伪造的。
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？我想想。小敏，我知道你肯定会有好办法。季时杰应该有一台个人专用电脑，我需要他的资料。说，还需要什么？他的住址、他的电话号码和手机号码，所有的。他应该不只有一部电话。喂，在，头 Polo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季时杰出现了？人都死了，为什么不允许我进去看一下？对，没有这个规矩的，你要配合。我一定要进去看一下。对不起，请你们通融一下，有吗？我一定要看一下。喂，头儿，他一副很悲伤的样子。他说只是想进来坐坐而已。好吗？配合我们工作，好吗？啊，别说我们已经仔细检查过了，除了象清水跟季时杰的一些日用品以外呢，没有什么别的异常。啊，不，他自己开车过来的。什么？左发男啊？你不用担心，朝阳看着呢。什么？我不是让你盯左发男吗？左发男携带枪支，又是谋杀嫌疑人，是个危险人物，你怎么让朝阳去呢？算了，我自己去吧。头，我去，你在这儿盯着。也好。何飞，小心点儿。根据你们提供的材料啊，我们进行了具体核查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象清水富有的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它不只是有2处，而是有5处豪宅，其中2处是高档公寓，2处是别墅。香港还有1处房产，这处呢是我们新查到的1处。走，咱过去看看。这处是吧？这里呢是他3年前买的，用的是他自己的真名，价值300万。价值300万，看起来不像经常有人住过，但是你看这里。哇，好家伙，这么奢侈啊！有一个问题，在这里我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季时杰的痕迹，包括指纹。结论就是，这显然是他跟季时杰以外的某个男人秘密约会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奢侈。也许啊，这是一个突破口，我们应该弄清楚这个人是谁。他跟象清水被害到底有没有关系？还记得我那天180块钱的咖啡吗？季时杰在利用象清水跟某个人的关系来威胁他，所以他被迫为季时杰带了1次内存条。哎，不是1次，是最后1次。这个分析成立。季时杰是个有家室的人，象清水只是他的情人，而这个情人又有他自己的秘密情人，这些人的社会地位远在季时杰之上，所以，在象清水和季时杰的相互利用的关系中，季时杰的利益更大一点。你的意思是，象清水活下去对季时杰更有好处，杀人灭口的应该是另外一个人，比如这张床上的男人。因为会影响他的前途。哎，你们想想，什么人最怕这类的绯闻？正人君子最怕呀，比如名人、干部，哎，当官的最怕。你看我朝阳啊，他不说，一开口就是惊人之语。可是理由呢？杀人总得有个理由吧，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结束绯闻，这也站不住。对，象清水不应该是那种死缠不放的女人。假如他提出某种要求呢？什么要求？想结婚？我想，女人在有些时候产生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。探长，女人是各种各样的，有一种女人，一旦爱上对方，是可以牺牲一切的。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他了啊！我说过，我喜欢他的节目。被害人被害当晚，曾与男子发生过亲密接触。我们在他的头发中找到了一根不属于他的头发，是和他有过接触的男人的。正在做 DNA 鉴定，不过即便结论是肯定的话，可能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帮助，除非我们提供若干嫌疑人的 DNA 标本。对。
看报了，看报了，请看今日特大新闻，著名主持人神秘被害，GCU 案组非常介入。哎，看报了，看报了。哎，看报了，看报了，今日特大新闻，本报记者独家采访著名主持人神秘被害。哎，想来吗？我有事要找你。啊，不用，我到你那儿去吧。哎，有情况啊？没情况，去买份报纸，等我一下。听啊，著名主持人死于神秘暗杀，身后巨额遗产来历不明，警方讳莫如深，无可奉告。海关缉私要案组非常介入。哎，他们怎么知道咱们介入了？嗨，现在是记者啊，就是半个侦探。他妈的，纯粹添乱。怎么着？要不要继续听啊？不听了，无非耸人听闻。好，走。哎，我有一个建议啊，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，足以对益盛电子采取行动了。那又怎么样呢？咱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，狠狠地罚他们一笔偷漏的关税啊！这样太便宜他们。这个案子啊，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呀。那你倾向于？我倾向于掌握了所有该掌握的证据之后再做决定。嘿，等于没说。哎，你跟小敏联系了没有？嗯，联系过了。他说季时杰的个人电脑一直关着。哦。小来啊，你是唯一知道这件事情的人。麦书记，其实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。我不是不信任你，我实在是说不出口了。麦书记，没问题，在任何时候我都是您的人。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。哟，你来了，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。有事吗？出事了？啊？季风，你抱抱。抱紧点。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你呀！你不是说你爱我？你不是说过你爱我吗？你不是说你爱我的吗？正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才不能这样。你滚！从这儿滚出去！滚呐！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通啊，向清水这件案子究竟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？
你问我？如果说是季时杰，可是他为此损失了几千万呢。他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得到情报，还要雇佣一个一流的职业杀手。可是他只有几个小时时间，这不合理啊！这不是讨论过吗？还有啊，那个凶手啊，做的一丝不苟。你说，他会不会是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呢？是啊。什么呢？我要知道，我就不跟你讨论了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另类啊？变态杀人狂？对呀，杀死自己崇拜的女明星。我们过去有过这些案子吗？哎，我觉得有点像。嗨，我怎么这么笨呢我？哎，从与季世杰接触的情况来看，他并不否认和向清水的特殊关系。他那天去别墅，我认为是有意而为之，表明他是清白吗？那根头发也是有意而为之。可头发至今还只是一根头发而已，我们没有犯罪嫌疑人。可无论是季时杰还是另外一个男人，他们都不可能亲自动手去杀向清水。有一个人和凶手在现场的表现最接近，他就是季时杰的保镖左发南，他是特种兵出身，而且不可能。事发那天晚上，左发南和几个同伴打了一整夜的麻将，我跟朝阳都盯着呢，对不对，朝阳？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。那天和波洛在监视玉胜公司的时候，看到左发南送一个人出来，就是他。当时没看清他的脸，但是从身体动作上看，很像是军人出身。我怎么不记得了？你当时正打盹呢。因为很少看到左发南笑，所以我印象特别深。上队，你有什么感觉？说不好，但这个人看上去跟左发南的关系很熟，不是一般的熟。晚上一睡觉，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就是他那张脸，搞得我他妈直恶心。姐，顺便，这是我给清水的一点心意，请您收下。谢谢。照顾好伯母。哇，100万！100万！多少？100万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后面还有6个0呢。哇，这么多！你猜猜看啊，那个人来了没有？哪个人？哦，那根头发呀。我想他不会来了吧？事情比原来想象的要复杂。向清水牵扯一起电脑内存条的走私大案，这您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他怎么会办这种事呢？证据确凿，公安局和海关缉私要案组正在联合办案。又是林红利？对，又是林红利。真是缘分呐！咱们得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如果他们在办案过程当中发现了您和向清水的关系，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唉，关键的麻烦也就在这儿。哎，麦书记，
您同意有一份离婚协议书的存在吗？离婚？对，离婚。我可从来没想过要离婚啊。这我知道，但它是最好的方法。记得半年前是您夫人提出的离婚，由于当事人是市里的主要领导人，考虑到这件事的负面影响，所以法院对此事一直严格保密。可实际上，您跟夫人的关系已名存实亡，那您跟向清水的交往就属于正当的恋爱关系。这合适吗？只要您同意，您夫人和法院方面的工作，我去做。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麦书记，其实整件事情对您个人不会有太大影响，您也是受害者。最关键的是您得调节好自己的情绪。香兰啊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现在我只能说谢谢了。小敏，你找我？哦，头儿，电脑内存条的价格开始暴跌啊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我们扣下的那批价值5000万的货已经开始贬值了。啊，继续说。意味着内存条市场达到饱和已成为现实。联手托市的大供应商已经全部撤出，当然也包括纪时捷。哎，哦，喂，我林红利啊，啊，大侦探长啊，有突破性进展？什么？爆炸性新闻？好，我马上来。小敏，你继续，有什么事儿找何飞啊？好的，头儿。小刘，你们先出去一会儿，我跟邻居谈点重要事情。搞得这么神秘，不至于吧？不是神秘，是保密，至少啊，现在属于高度机密。我说你，就别玩悬念了，好不好？说说你的突破性进展。我先请你听段录音。我是一个有良心的市民，我在不同场合多次看见向清水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，有一次他们是在争吵。这个男人其实我们都认识，至少是都见过。如果你现在身边有电视机的话，请马上调到市电视台1套节目，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是谁。这个匿名电话从哪打来的？海滨的一个公用电话亭。根据他说的情况，我们到电视台翻录了当天晚上的全部节目。他打电话的时间是晚上8点06分左右，这个时段播出的是当代风云人物专访，当时播出的正好是向清水的采访。想知道他采访的是谁吗？嗨，你就别故弄玄虚了，好不好啊？怎么样，吃惊吗？这算得上爆炸性新闻了吧？这个我真想象不出来，麦克辛怎么会跟桃色新闻连在一起呢？他最近是得罪了一些人，会不会是他们借机报复，搞不倒他也要搞臭他呢？各种可能性都有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有人在试图误导我们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件事情关系重大，而且复杂微妙。我的意见呢，封锁消息，同时秘密取证。你比我行啊，居然搞到市委书记头上了，这简直是老虎嘴上拔毛啊！别说，我们还真准备拔他根毛。别忘了，我们手上还有根头发呢。教授，看来迷雾已经被你拨开了。不是我，是现代科技。你们从第二现场提取的毛发，与从向清水头发中提取的不属于他的那根头发，以及向清水死前的那个晚上与一男子发生亲密接触后所留下的体液，经过 DNA 鉴定，属于同一个人。还真是麦克辛。你说谁？哦，对不起，教授，请你接着说。如果这个人叫麦克辛，那么就真是麦克辛，因为 DNA 的鉴定是可以值得信赖的。
点也不激动。激动？我为什么要激动？哎，几年来你一直在追踪爱卿，现在终于要如愿以偿了，是吗？可是我总有一种扑空的感觉。你想，这一个人憋足了劲扑到的，不是他想要的。探长，看出来了吗？我们邻居啊是个理想主义者，他不希望自己的对手是这种人。邻居，我感觉你和麦克辛之间好像有种特别的那个感情。也许他是另类。另类？他绝不是那种一般的贪官污吏，他更复杂，更有头脑，更有活力，也更有野心。从当初成院华工到现在，我跟他一直是若即若离打交道。我自认为我还是很了解他的。我真想象不到，像他这样坚定的人，怎么能被情欲之火融化呢？也许是爱情之火呢。老实说啊，男人其实比女人更软弱，越强大的男人，在某种程度上越软弱。哎，何飞，你那竖着耳朵听什么呢？听你们男人检讨你们自己的弱点，想对付你们的办法。公安局方面的意见呢？因为涉及刑事调查，对象又特殊，所以准备低调处理。但是正面接触看来是不可避免了。那就接触吧。还有啊，刑事调查方面要让警方多做一点，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在内存条的走私案上。当然，如果条件成熟的话，可以算算老账。总之，一定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啊！何飞，再来吉海感受如何？4个字，斗志昂扬。跟你一起办案很愉快。我也有同感，侦探长。哦，忘了告诉你，到部队调查的人回来了，左发南确有其人，还立过3等功。麦书记，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啊，还有何小姐，好久不见了啊！你好，麦书记。这次来吉海，一路上看见城市变化很大，真看出您的工作成绩来了。啊，谁在这个岗位上都会这样干的。哎，这件事跟你们海关也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了。哦，那好，那到里边谈吧。好，请。就像股市一样，大庄家成功脱身，股民们却被彻底套牢。差不多吧。那裕盛电子一共挣了多少？我正在统计，他们有大批的货来路不明。如果确系走私，他们投机获利和逃避关税的总额至少在5亿人民币以上。那我们扣押的那批内存条，现在还值多少？以今天的价格来看，不超过1500万。我一直想不通的是，向清水带的那批货，从时间上来看根本就不可能。裕盛电子动作再快，也来不及出手。市场是他们一手托起的，一旦市场饱和，会马上崩市，这点他们比谁都清楚。所以以季世杰的精明，根本不可能让向清水去带一批注定要赔本的内存条。可是他带了，问题就出在这儿。他的电脑开了一次，删除了一些文件，没等我来得及恢复他删除的文件，他就关机了。看来他已经感觉到网络上的危险了。现在我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等待他再次开机。我已经锁定他了，一旦他开机，我的跟踪系统会马上把他删除的文件恢复到我的硬盘上。好啊，那我就盼着他开机了，哪怕是玩玩电子游戏。探长，我希望你的问题严谨一些，不要只提些纯粹意义上的逻辑推理问题。律师先生，取证过程中总会有些推理的。麦书记，我请求你，你可能是最后见过被害人的人，希望你能配合我们。郑跃进同志，我已经表过态。麦先生，你可以不回答。探长同志，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，也很想帮你们破这个案子，可是这里面牵扯到我的个人隐私，纯粹的个人隐私。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在适当的时候，我会向组织上说清楚的。不过此时此地，我只能用一句外交辞令，无可奉告。
确实触犯了法律，请你相信，组织上一定会把我移交给司法机关严肃处理。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感觉如何？听起来多像一个襟怀坦荡、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呢。有个情况，李香来今天没出面，后来我侧面打听了一下，他去省委了，看来他们也在加紧活动呢。我已经预感到结果了，他们会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妥当的。妥当？没这么容易吧？起码这也是个丑闻，至多只是个丑闻，大不了背个处分嘛。啊，换个地方啊，他照当他的市委书记。嘿，伙计，你不会这么悲观吧？这可不像你林鸿烈啊！我不是说了吗？他是个理想主义者，理想主义者的结局啊，往往是悲观的。别胡扯啊！言归正传吧。依我看呢，麦克辛这儿找不到突破口，他很可能仅仅是个绯闻男主角，他们把他推出来是想误导我们。我怎么觉得咱们这案子像走进死胡同了？是啊，除非出现奇迹。抛开所有伤悲，英雄不言悔。岁月擦干英雄的泪，笑迎雨打风吹。英雄有泪洒向我们，酸甜苦辣爱一回。祖国不忘英雄的泪，爱在东西南北。所有的心，所有的爱，一生一世与你一起飞。东西南北，所有的心，所有的爱，一生一世与你一起飞。